從那個時候起，我就下定決心，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改变这不公平的世界。我们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永远会被人任意践踏。子正，我在劳工营的时候，差点就死了。在那里，我见到很多像我一样命如草芥的人。那些看守杀死我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樣簡單。要知道，那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做的決定而感到後悔。我不怕死，但我怕到死都沒能見你最後一眼。對不起，子正，你在勞工營的遭遇，金小姐都已經告訴我了。我真的不知道你遭受過這些。把你調走是三哥的錯，我替他向你道歉。你替他向我道歉？其實我今天來是想和你好。你不要說了，我不想聽。不，我必須把話說清楚。其實當年我第一次來到北新城，面對完全陌生的世界，面對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茫然無措。表面上很平靜，其實心裡異常忐忑。第一次遇見你，你就保護了我。後來，我們就成了最知心的朋友。和你在一起，我可以暢所欲言，可以不用理會那些教條和規矩。那段開心的、無憂無慮的日子，會永遠銘記在我的記憶裡。而你，我也把你當作永遠的知己和朋友。但是現在，我是蕭北辰的妻子，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都回不到過去了。我說過，我現在有能力帶你離開。我這次任務結束之後，我就帶你遠走高飛。我們可以去榆林，可以去任何地方，去他蕭北辰找不到的地方。我不能和你走。為什麼呀？這是為什麼呀？因為我愛蕭北辰。怎麼可能？你以前明明最恨他。蕭北辰逼你的，我找他。子正，沒有人逼我，我剛剛說的都是心裡話。我不信。是，我以前是討厭蕭北辰，他在我心裡一直都是張揚跋扈、喜歡強人所難的大少爺。可是後來，我們一起經歷了很多事情，我才發現，原來是我從未了解過真正的他。真實的他，善良、柔軟、有擔當又重情義。他無微不至地照顧我，他用性命護我周全。我本來以為，我對他可能只是一種依賴。
可是當我以為我差一點就要失去他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他在我心裡這麼的重要。在我心裡，他早就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了。杭青，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要走了，你多保重。子成，你冷静一點！你让我怎么冷静？凭什么？明明就是我先来的！你怎么就是不明白？而且是部分先来后到的。子正，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可你知道吗？我曾经也深愛過一個人。我以為我會和他生死不離，只手偕老。我也可以為了他放棄一切，甚至是離開我爹。可是他還是背叛了我。我一直問自己，我到底哪兒做得不夠好？直到他死在了我爹的槍下。躺在了我的懷裡，我還是不知道答案。对不起，柔可惜，我刚才……我没事，這些都已經過去了。我只是想要告訴你，感情不會如我們所願的。不。我只相信事在人為。回來了，去哪兒了？去找穆子正了，對嗎？你派人跟蹤我？我是你丈夫，我有權知道我妻子的動向。在你眼裡，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難道我們連最基本的信任都沒有嗎？你去哪兒？我覺得我們彼此都要再冷靜一下。今晚我去客房睡。周叔，吃飯了嗎？一起吃吧。謝大小姐，吃過了。什麼事兒啊？督軍，有您的電話。什麼事兒這麼急？不讓人吃完飯再說。就是黃公館給您預留的那些西洋古董。之前老闆擔心您軍務繁忙，不敢打擾。現在您來北京有些時日了，他就打電話過來問問，看您是否留着，還是另做處理。
这个黄老板啊，真是个有心人。你们俩慢慢吃啊。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好，走。这么说，你认为雅科夫和黄公馆有关？对。今天周副官向京城汇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俩有问题。虽然说的是古玩，但好像话里有话。那个黄公馆绝对有蹊跷。好，我让东平的同志去仔细的探查。见过林小姐了。啊，还在生我的气吗？永刚，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子正，听庸哥一句劝，你留在京城身边，已经是个危险的任务。不要再卷入萧北辰和林行景之间，让自己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勇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那些以卵击石的傻事，也不会让感情影響到青年會的工作。你能這麼說，我就安心了。证据確鑿，也用不着再跟你廢話了吧？說吧，什麼人指使你殺的莫團長？你答應我的事兒呢？你的家人已經被我們安全轉移，安置在城外的翼龍客棧，24小時都有人看守，你放心，很安全。我原來也是一個當兵的，在一次訓練中受了傷，然後就退役了。之後老闆便找到了我，想讓我幫他處理一些私事，並且答應我，每次做完都會給我一大筆報酬。看出來，所以你嗜賭成性。每天都幹着隨時都有可能掉腦袋的事情，再不想辦法放鬆放鬆，怎麼能行呢？繼續。我當兵的時候就清楚老闆的為人，本來是不想答應的。但是我這一大家的人，每個月光靠我那點上餐津貼，根本就養活不了。我沒得選。你說的老闆是誰？康敬雄。是他讓你殺的莫團長？是。他這個人生性多疑，他那天讓我早早就埋伏在了绥嶺附近。莫西白事成，我便打道回府，不成就幹掉他。你個混蛋！魏燁，魏燁，冷靜點！你爸死了，你現在殺了他也沒用啊！殺了他！魏燁，我爹！你冷靜一下！魏燁，魏燁，冷靜點！現在真正的仇人是康敬雄，如果你把他殺了，就是替康敬雄滅口。冷靜點。
北辰啊，這麼短的時間你就把東大營訓練得井井有條，辛苦你了。這都是我爹和叔伯們的功勞。謙虛了，老虎團我很欣賞，所以讓他跟尖刀團來一場演習，这样下個月一起進入绥嶺，怎麼樣？督軍，老虎團是一支適合突擊的尖銳部队，他們更擅長攻坚作戰。倘若是要派軍隊去守邊境的話，恐怕1師2團更合適一些。北辰，你的老虎团有多少能力，我都看在眼里。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想讓老虎团去給我，還有敬雄的部隊做一個表率。他們哪有這個能力去給您的部隊做表率？北辰，你知道我這麼多年為什麼會重用你的父親嗎？您請講，北辰恭聽。因為忠誠。我的命令到海山那裡從來沒有一個不字。一個人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對於我來說，忠誠更加重要。如果這個人能力很強，但是他不夠忠誠，也許就是一個後患。你說呢？您放心，我父親誓死效忠，絕無二心。北辰謹記。你是個聰明人，道理都懂，我也不多說了。那這件事情就定下來了。是。叔爺，你大姐信上怎麼說的？她说，爹的手术很成功，现在大姐大姐夫啊正在陪着爹安心休養呢。太好了，这下全家人终于可以放心了。对啊，好久没有见到萧伯伯和2個小家伙了呢，還真有點想他們了。耿司令和這2個小鬼頭回來了，我要設宴，好好慶祝慶祝。太好了，太好了，爹的身體康復啊，真是件大喜事啊！是啊，夫人，可以開飯了啊，我們去吃飯吧。走走。戚夫人，少爺要在小西樓議事，說不過來吃飯了。什麼事兒這麼要緊啊？杭景，你知道嗎？我也不太清楚。哦，我剛剛在那邊聽了一嘴，好像是金督軍要調走少爺的老虎團，少爺和許少爺正在鬧心呢。司令不在家，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兒啊？別鬧出什麼亂子。七爺，要不咱們讓爹想想辦法。蕭伯伯剛動完手術，還需要療養。既然他把東大營交給三哥，證明他相信三哥的能力，我們吶就不要跟着瞎擔心了。杭景，你說是不是？啊，是啊。三哥，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反正我是越想越气。你说现在老虎团的骨干成员，那都是咱们学校同期的哥们儿，跟你我莫狐狸，那都是一起第一次上了战场。咱们3年里躲过多少枪林弹雨？回到东大营之后，三哥把东大营的精锐又抽调了过来，才形成现在的老虎团。我跟你说，你要想再组建一支这样的队伍，我觉得没3、5年肯定没戏。联军司令是东平督军府的人，如此一来，老虎团相当于被金督军给收编了。督军将联军驻扎在绥嶺，美其名曰那是驻守，实则他们把控了边界3地的要冲，断開了我們與西邊之間的通道。這是什麼？拿槍抵着我們的咽喉。他這一石三鳥之計，盤算得好得很。三哥，杜教官，你說這事兒還有緩和的餘地嗎？這次督軍利用兵權來壓制北辰，且事出有名，想要翻盤，沒那麼容易。實在不行，交出去吧。三哥，我爹目前不在東大營，我不想節外生枝。
們先喝茶。你找我？说，我听着。大姐发电报来说，爹的手术很成功，既让我来告诉你一声，让你放心。太好了。嘿，你就不想跟我说点别的什么吗？不想。你这是为什么呀？因为我爱萧北辰，在我心里，他早就是我认为值得托付一生的人了。季节結束，情節，請你別再來道別。經過了痛苦的決裂，才會明白愛的確切。季節送走季節，滿天盡是離別，消融掉冬天的雪，才會有春天來。那這次可就全靠蕭副司令了。陳經理的事情，我義不容辭。感激不盡。那陳某恭候佳音。副司令留步，陳某告辭了。什么情况？怎么来这么多当兵的呀？我还以为萧三少在。穆先生，我这好像没請你啊。萧三少，老虎团的事现在由我负责接管。既然遇到了，正好通知您时间，2日之后，人我要带走。我明白，您一定很舍不得，那么多年辛辛苦苦培养的心腹精锐，一夕之间就要易主。不过，这督军是你爹的顶头上司，也是一手提拔你萧家的人。我想今天就算你爹站在这儿，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吧。穆子正，我劝你不要玩火。这些呢，都是督军的意思，我也只是听命行事，还望萧三少配合。不过，像这种被人夺走心头所爱的滋味，我尝过，萧三少终于也可以尝到了。你是一个行走在悬崖边上的人，倘若让督军知道了他的义子是青年会的人，他会怎么想？你威胁我？那萧三少也别忘了，如果我的身份暴露了，杭景甚至整个萧家都会受到牵连。穆子正，你变得卑鄙了。卑鄙？一点都不卑鄙。弱肉强食，这不是萧三少教会我的道理吗？况且，你当年随随便便就能把枪指在我脑袋上，
這场面就不好看了呀。你说，这要是让外人看见了，他会不会以为萧三少不满督军的调动，故意为难我？我借你个胆儿，你試試。好，既然这样，那2日后，我親自去東大營，完成全部的交接手續。咱們試試。告辭。凤琪小姐，那个佐藤会长又送华兰来了。加曼小姐，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神秘富商与女明星的故事。最是旧情难忘，最是旧人难辞。致北新城未来的女主人。你替我给他打个電話，說找時間請他吃飯。好。萧副司令，交接文件在此。今天，你的老虎团我就要带走了。不过，你放心，你的精锐到了督军那儿，督军不会怠慢的。从今日起，领军第33团正式列入金都军第32团，统一由督军府管理。听我号令。 出发！你们什么意思？你们这是公然抗令啊！这里的一兵一卒、一槍一炮都是督軍給的，你們公然抗令，就是叛軍！ 这是幹什麼？這是幹什麼？槍都放下！督義之事，不是二土。如果督軍一定要帶走老虎團，我們寧願自強。 怎麼回事？督軍，老虎團公然抗令。這就是東大營教他們的軍紀嗎？啊！
公然違抗軍令，你們知不知道是什麼後果？違抗軍令者，殺無赦。蕭副司令，請求您下令，即使是死，我們也絕不離開東大營。督军，今日之事是北辰管教不当。三哥，北辰请罪。等等！金督军，这都是误会。直接抗命！你告诉我这是误会。这老虎团有我兼任团长，他们之所以不能離開東大營，都是因為我的命令。怎麼講？我私下命令他們每一個人都簽下了生死狀，請您過目。莫伟一，你好大的膽子！私下裡跟士兵簽生死狀，這是違反軍紀。我知道，所以我根本就沒有告訴過蕭副司令。一人做事一人當，這都是我一個人的主意，請督軍責罰。那好，督軍，唯一之過，北辰願一力承擔。你根本不知情，你如何承擔？莫唯一，私下裡跟士兵簽生死協議，論軍法可以就地槍決。督軍，唯一伴我左右，立下戰功無數，念他是初犯，還望督軍再給他一次機會。北辰，你我是一家人。諸位，小北辰頭次執掌東大營，我此番前來是要嘉獎他的。但是莫唯一違反軍令，莫唯一，看在小北辰的面上，我饒你不死，但是你記住，這件事情不可能再有第二次。罰3個月軍饷，剝奪榮譽，以示警戒。是，唯一謹記。督軍，今日之事，北辰悔恨於心。北辰即刻調112團於督軍府，絕不耽誤聯合軍演。好。北辰，你帶兵，我放心。起來吧。
真没想到萧北辰带的兵态度如此强硬，半路还杀出个莫伟义，坏了我们计划。他们只是吃准了我在北星城里面不宜有太大的动作。义父，子正办事不力，请您责罚。这件事情不怪你，今天的局势谁也带不走他的兵。我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萧北辰手下的兵，为了他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才是最可怕的。那义父，这回没能收了他的老虎团，咱们接下来怎么办？说好了军演3个月，虽然老虎团没有拿到，北辰还是给了112团。军演继续下去，把面子给我做足了。明白。你们先回去吧，啊。只是。三哥，三哥，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吵了架，闹了矛盾，都会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把堵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伟业，谢谢你。我知道，今天的事，你是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去保护我的。三哥，你不用谢我，应该是我向你道歉，因为我爹的事情，我冤枉了你这么久。你因为你爹的事受了不少打击，无论他此前对萧家做了什么，他都是你至亲至爱的人，是你的父親。从小你看上去最玩世不恭，但其實你一直都護着我和子君。每次我們闖下禍，你都默默地替我們扛了。以前的我們年少輕狂，總覺得這世上沒有什麼是得不到的。後來我們長大了，才知道這世上哪有容易二字。世上的事情往往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有時候想要去保護自己在乎的人，我都覺得力不從心。有時候想變成一座山，堅若磐石。你忘了，我們還有這個。三哥，以後哪怕遇到再多的艱難險阻，我和子君永遠在你身邊。我們兄弟三人，永遠一條心。小姐，你說這算不算雙喜臨門啊？咱們家姑爺呀，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兵，還跟莫少爺和好了。哎呦，真不得了了哎！這麼久了，我還是頭一次見小姐您笑呢。您說，我要不要把這個消息告訴姑爺呢？金香，你可真是越來越油嘴滑舌了。哎呦，小姐，這俗話說，
關心則亂。我看姑爺這麼做，也是因為關心你嘛。要不就趁這個好日子，您乾脆跟姑爺講和吧。锦香，你不明白。是，我不明白。我看您啊，还是很在乎姑爺的嘛。锦香，你再说这件事呢，我就永远都不理你了。好了，我不說了，我給您弄點吃的。嘉曼小姐亲自相約，受寵若惊。你看，我说过，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好朋友？佐藤会长，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你是怎么知道乔江的？就像你们中国人常说的，缘分而已。我要你模仿一个人，去接近林行景。林行景。佐藤先生，您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呀！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告訴嘉曼小姐，我一定會幫助你守住這個秘密。我們相互幫助，彼此照拂。總有一天，我也會需要嘉曼小姐的幫助。謝謝。给他做個圍巾。你做的挺好的。子正。你怎麼會來這裡？你就這麼不想看見我？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覺得，上次我已經把話說得很清楚。行姐，難道我們現在連朋友都做不成了？你放心。我已經放棄了。那天回去之後，我想了很多，過去的終究是過去了。既成現實，那就得看清，人總得向前看嘛。你真的這麼想嗎？原本就都是我的錯，是我不告而別，在你最無助的時候，沒能留在你身邊。對不起。其實你不用說對不起，如果不是因為我，你也不會吃這麼多的苦。我是真心希望你過得平安快樂。好，既然這樣，重新認識一下。你好，我叫穆子正。你好，我叫林行景。小勇，怎麼樣？有沒有事？阿牛，怎麼回事啊？你怎麼騙人家呢？我讓他陪我玩，他一直不理我，他就像個木頭人。那你也不能動手啊！快道歉。對不起。小勇，我們和子正哥哥一起做布娃娃好嗎？
小友，给。小双，妈妈笑起来的样子应该很好看吧？给她画个笑脸好不好？来，我教你画，像这样描上去。哎，对，是不是很好？义父，子正，我听说你最近老是往孤儿院跑，是吗？啊，小姐都跟我说了，说北星城这边慈善工作做得不错，她说要去取经，所以就让你到那儿去帮忙。啊，对。这些个小事不要这么费力，军务才是头等的大事。义父说的话我记住了，多谢义父关心。哎，督军，上面出了些问题。什么事儿？咱们想调走老虎团的事儿传到了大总统那儿，他的亲信军事部何部长已经派出一名特使来北新了。这个大总统几次都想拉拢我，可是我一直没有表态。啊，我想他肯定是怀恨在心了。至于这个何部长，什么玩意儿嘛，就是个马屁精，他就想找机会拉拢影军，逼我下野，他好邀功。局势不稳，这些蝇营狗苟的小人趁机作乱，不足为奇。只是眼下这个档口，萧北辰对咱们心存芥蒂，很容易动摇啊。您是不是该敲打他一下？萧北辰，至于他的忠诚度，我倒是觉着可以借这个特使做一个很好的试金石。您的意思是让他们见面？呵呵，你再想想。别着凉了。谢谢柔客姐。和父親聊完事了。孤兒院的事，多謝你替我在義父面前解圍。可是你這樣做又有什麼意義呢？只會讓你越陷越深。如果我不這樣做，我才會真的痛苦。你有沒有想過，你一直這樣下去，什麼時候是個頭？我相信，只要我一直堅持下去，杭景一定能看到我的努力。總有一天，他會下定決心離開小北辰。有時候我在想，這每個人的上輩子，應該都有一個債主，所以這輩子有還不完的債。也許吧。姑爺，姑爺，你又來看小姐了？她睡了嗎？嗯。啊，休息吧。哎，姑爺，其實我們家小姐就是嘴硬心軟，
他听說你老虎團的事情，擔心了好幾個晚上都睡不着呢。哎，姑爺，我們家小姐明天要去拍賣行為北新孤兒院籌善款，有義賣活動。姑爺可得把握機會哦，加油！知道了，去休息吧。您的号牌，您的号牌。来，都坐好啊，别乱跑啊。唐景，程玉，你怎么也来了？陪你一起啊，来的人可真多。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这还用猜啊？坐吧。哎，这儿这么多人，总不能让别人看出我们闹别扭吧？萧副司令，穆先生，这刚回北新，就为慈善做了这么多贡献，有心了。有意义的事情不分早晚。再说了，我对孤儿院的孩子们也抱有感情，尽一份心也是应该的。各位请就坐，我们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拍卖会。本次拍卖会所有的拍品都是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支持本次慈善拍卖所捐赠的珍品。本次拍卖的所有收入，我们都会捐给北新孤儿院，希望给孩子们一个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環境。好，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一件拍品。下面讓我們請上第三件拍賣品。這是北新孤兒院的小朋友們親手製作的布娃娃，雖然價值不高，但是拍品有價，愛心無價。起拍價1塊，各位請慷慨解囊。我出5塊，5塊，我出10塊，10塊，20， 50，蕭三少出價50，來，還有沒有更高的出價？三少出價50元，100，好，100，這位先生出價100元。150一次，150兩次，150三次，成交。有請三少上台領取這件拍品。好，下面也有請我們的捐贈者穆子正先生上台為大家說幾句。首先呢，我得感謝蕭三少成全了我的愛心。這個布娃娃是我和孤兒院的林老師一起製作的。也許在大家眼中，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手工品，但在我眼中，這是孤兒院的孩子渴望生存下去最珍貴的希望。連一個小孩子都在為了生存而努力着，怎能讓人不唏噓、不心疼？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還有更多像這樣失去父母的孩子，
需要我们去關心，需要我們去愛護。最後，我再次感謝蕭三少慷慨解囊。好，非常感謝蕭三少和穆先生的善心。那麼，咱們接下來有請本場最後一件牌品。現在我們要拍的最後一件牌品，捐贈人正是蕭三少。這樣的勳章屬於個人的珍藏，究竟為什麼會拿到這裡來拍賣呢？那麼就請蕭三少為我們講幾句。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賓，大家好。這枚勳章呢，對於我來說，的確意義非凡。這是我19歲時第一次上戰場，獲得榮譽，被賜予的勳章。在此之前，我認為我的生活就應該是肆無忌憚的。直到我在戰場上遇到一個孩子，一個13歲的孩子。他的名字叫羅豆，我們叫他小豆子。為什麼像這樣年紀的一個孩子需要來參軍呢？後來在戰場上，他才告訴我，這是他唯一可以不受飢寒之苦的辦法。可即便這樣，他依然微笑着對我說，等到戰爭結束之後，他想開家裁縫鋪，為他姐姐親手做一件嫁衣。後來，小豆子死了，他抱着我說這一輩子能夠跟我們當兄弟，他很高興。那之後便問自己，像這樣的一個孩子，一個13歲年紀的孩子，為什麼不能好好的活着？為什麼如此簡單的一個夢想，他都沒有辦法去實現它？在此之前，我認為我的人生是最悲慘的。我7歲那年，我的母親就跟小豆子一樣，躺在我的懷裡，離開了人世。我一直憎恨上天對我不公。再後來那幾年，我一直生活在這個陰霾之中。可後來，我才知道，在這樣一個戰亂時代，很多的孩子一輩子都沒有見過他們的父母。今天，我在這裡將這枚勳章進行拍賣，是我對世間和平的祈願。祈願我們的國家可以早日安定，我們的同胞，尤其是像小豆子那樣的，那麼年輕的孩子，可以免受飢寒之苦，免受親人離世之痛。就此，謝謝。周副官，雅克夫已经审完了。跟我来吧，督军在裡面。好。报告。进来。督军，您看。
这是从開始到現在的所有審訊筆錄。這個雅克夫狡猾得很吶，一直在繞圈子，根本就沒有交代那筆援助金的下落。現在各方勢力都在明裡暗裡尋找雅克夫，不僅有南方的人，還有大總統的人，而且內閣的一些大臣們也都伸出了手。咱們還是盡快把他送給總理吧，免得夜長夢多呀。告訴老黃，5天之內把這個人送走。可是督軍，快到魚燈節了，這時間怕是拖不了這麼久。那就在魚燈節之前把事情辦好。是。總理夏野一直在籌劃復出，如果能抓到雅克夫，無疑會給他的復出增加一些籌碼。但這件事情必須要謹慎，不可有差錯。啊，明白。是。誰？督军，没人。今天将这枚勋章进行拍賣，是我對世間和平的祈願。祈願我們的國家可以早日安定，我們的同胞可以免受飢寒之苦，免受親人離世之痛。快點兒，來，全速！三哥，人已經到了，下午3點，約在華興飯店。走吧。趙特使，今日到底是為了何事？還自己親自來一趟？事關重大，我就不繞圈子了。蕭副司令應該很清楚，何部長此次是得到大總統的授意。金城想要調動你的老虎團，以及3方軍事掣肘你的事兒，大總統已經知道了。你是個明白人，這2年金城明裡暗裡一直想要幫助總理復出，大總統早就對他心懷不滿了。那趙特使今日前來，具體是為了什麼呢？取而代之。大總統的意思是借金城停留在北新的機會將他囚禁，卸了他的兵權。北洋政府內閣會協助你們蕭家取代金城，掌控北地17市。趙特使，這到底是大總統的意思，還是何部長的私人恩怨？這是何部長的善意建議。當然，你也知道大總統十分器重何部長，他的建議其實就是大總統的心思，只不過礙於一些面子原因，不方便直接傳令罷了。何部長急總統所急，這才安排趙某人前來同你商量。
有劳何部长操心了。君城想要控制你，你呢又不甘心交出兵权，你们俩迟早会闹翻的。与其这样，萧三少，何不在大总统的支持下抢占先机呢？来。萧三少，天纵英才，切勿干预人下。先生走好，看来是你写的啊。没问题。督军，督军，这是从他行李里面搜出来的。他就是何部长派出的军事部特使。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游说萧北辰。赵天龙。赵特使啊，你跟萧北辰见了面了？他都答应你一些什么事情啊？还是不够清醒？说不说？我说，萧北辰都同意将你囚禁，逼你写了军权。行动在什么时间啊？就在今晚10点。三哥，你倒是说句话呀！你怎么给人特使回复的？督军，这等下去。先生，您的毛巾。三哥，难道是因为你没给答复，所以他们提前动手了？喂。督军，萧北辰出发了。
三哥，怎么这么安静？我们不会来晚了吧？不许动！不许动！别动！怎么回事啊？这么晚了，北辰啊，你兴师动众的，意欲何为啊？戚夫人，贵叔，老三怎么在温泉山庄跟督军的人打起来了？哦，对了，东大营那儿还说了什么？戚夫人，电话里没有说具体情况，只是说让你千万别担心，郑师长他们已经去温泉山庄接应了。我能不担心吗？司令不在家，老三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他交代呀？督军，您这是？我在问你。你带这么多人荷枪实弹，把我下榻的公馆围得水泄不通，你想干什么？我接到消息，今晚有人要劫持您，我是来保护你的。保护我？你的消息从哪儿来的？就这么一张破纸条子，嗯？你当我是3岁的孩子呢？我这也有证据。周副官，把那个赵特使带上来。在赵特使。军事部的赵特使他都招供了，他到北新来是奉何部长之命前来游说你。投靠大总统，你答应他们在恰当的时候兵谏，逼我退位，想取而代之。枪都放下！周副官，如果有人敢轻举妄动，格杀勿论。是。你这是什么行为？叛变，其心可诛。我说的句句属实。我今日带兵前来，完全是保護你，絕有謀反之心。你的心在你的肚子裡，只有你自己知道。倘若今晚不是我有準備的話，被用槍指着的人應該是我，對吧？督軍，您容我證明給您看。你憑什麼讓我相信你？就憑他是個假特使。小北辰，你胡說！我不是有意出賣你的，我也是為了保命。你說他是假特使，好啊，那你證明給我看。督軍，要是您不信，我可以當您的面，簡單盤問他幾句，是真是假，一問便知。好。老黄，怎么回事啊？我检查一下啊。好。三少奶奶，车壞了，走不了了。那你在這兒，我自己過去。三少奶奶，天黑你小心點兒。你說你是軍事部特使，軍事部最高長官是誰？何雲來，何長官。何長官，何時進的軍事部？2年前，上一是梁文生，何長官是他的得意門生，專管兵員。後來經過梁長官的推薦，現任軍事部部長。何長官之前是在法國留學的吧？他的法語說得怎麼樣？何長官
是美國留學生，我從未听過他說法語。你还有什麼想問的？行，準備挺充分啊。那我問你，軍事部特使專車的車牌號是多少？我平時不太注意這個。身為軍事部特使，每天進出軍事部的車，你沒在意？好，軍事部內線電話前3位是多少？身為軍事部特使，電話天天得使。怎麼，趙特使連這個都忘了？誰派你來的？周副官，說，你是一個偽特使，真的在哪兒？这个混账東西，混蛋！挑撥離間，險些傷我一員大將。哎呀，大侄子呀！要不是你机智的話，咱們今天就產生誤會了，那一家人就打起來了。督軍，現在局勢動盪，自然有人想離間我們。可我們蕭家對你永遠無二心。於公，您是引軍最高統帥；於私，您是我父親的兄長，也是我的伯父。是，這份情誼永遠不會變。是，你們蕭家的忠誠，我其實心裡面一直都明白。跟你的父親相比，你一點都不差，我很欣慰。把你的隊伍集合起來，今天我請大家喝酒，啊！周副官，喲，你去安排一下。是。郑伯伯，今日之事，北辰得感謝您大老遠趕過來。嗨，一家人不說兩家話。走了。七爺，三哥，叔爺，老三，你沒事吧？我沒事。讓我看看，你把我們嚇死了。這不好端端回來了嗎？哥，你跟督軍到底怎麼了？沒什麼，一場誤會。對了，杭姐呢？哦，她應該還不知道這事兒，回房間休息了。哼，自己家的事兒不管，別人的事兒倒是挺來氣。好了，那你們先回房休息吧。行，那我們回去吧，你也早點休息啊。哎，走，小姐，你剛才去哪兒了？哎呀，小姐，你的腳怎麼了？不許說出去。來，小心。
今天的事情你们怎么看？哎，真没想到这个赵特使居然是假的，可他的证件和通行证都是真的呀。况且何部长派特使来北新，确有其事啊。真特使去哪儿了？子正，你觉着呢？既然有人想以假乱真，最好的办法，自然是让真的永远消失。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和北洋政府作对？北洋政府更迭频繁，局势不稳，彼此面从腹诽。别说一个军事部特使，恐怕就算何部长亲自来了，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只要是想破坏你与萧北辰联合的人，就都有可能。敢做这件事的人，恐怕是不在少数。那这个幕后之人插了这么一大出戏，想必就是想借您的手除掉萧北辰呀。或者借萧北辰之手打击督军，皆有可能。义父，这件事情毕竟发生在北信，我熟悉本地，交给我查办吧。先不用，他们的阴谋已经失败了。我想短期内不会再有新的动作，我们小心防范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关于这个萧北辰，现在是联合军演期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他。大局为重，明白吗？明白。是，义父。